先，范贵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贵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。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因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颜淡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规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应渊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局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
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腾超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严旦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芷溪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侍。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严旦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严旦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严旦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他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严旦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严旦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，混沌初开，修罗佐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
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以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四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！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四叶汉旦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两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两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岐两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。唉，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
哇！我的戏文！我的戏文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，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带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。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
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。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哎，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。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4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一方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，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9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2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啊！
小心！严丹，你先别过来，太危险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没事的。此法术只有高阶上仙才能解，你快去帮我请他们吧。我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废话？这神术怕火，只有用炎咒才能对付，你会不会啊？这种高阶仙法我哪会啊？云墨，你会不会？他怎么可能会啊？他是水族，而且钢化人，根本不会这个火系法术。那你赶紧去叫人啊！我在这看着他。等我！快去快去！激动星君，救命啊！激动星君，救命啊！好了，都没事了。多谢仙君今日出手相助，若不是您的话，我朋友不是死在魔族手里，就是被这神术给吸死了。快，没错没错。多谢星君。在下乃藏书阁长师陆明，这2位仙士都是我的好友，他们最近正在写一出关于创世之战的折子戏，所以为守天条，擅闯了禁地。不知星君能否手下留情？若不是你们今夜前来，一定抓不到这2个魔族的细作。对上我自有说法，你们3人放心即可。是，星君真是德厚流光，我们无不感激。好了，早些回宫疗伤吧，下次不可再淘气了。谢星君。哎，如此好脾气的上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是啊，我之前觉得北冥仙君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今日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上仙风范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基督星君还阶乃是上仙，且仙法十分高深，仅次于4大帝君，而且为人霁月清风，温柔风雅，对再低阶的仙士啊都客客气气的，从没有人见他发过火。我们运气真好。这是什么？印章。印章？对啊，我真身的灵力所化，只要我活着，这印章便会莹莹发光。你放心吧，日后有我一日，便有你一日，我一定会关照你的。现下有2件无头案最让我挂心，应元君可知是什么？第一件是细作如何前进天庭，所以我才带你过来。魔族之人，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这仙界与其他各界皆有结界相隔，9重天与魔族之间的结界更是上世元尊的元神所化，无人可攻破。这些细作法力又不高强，如何进得来？思璇用情至深。他既能将妙法阁的法器丹药运下界，那他自然也能将魔族之人运上9重天。莫非是他盗用了上古神器无双镜？妙法阁遗失的法器当中，正有此物。火德元帅在魔界最偏僻的幽玄之野抓到了思璇。我曾经一直没有想明白，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。如此说来，地崖之下正是通往魔界的幽玄之野。地崖是禁地，常日无人，这里就是他最安全的选择。为防魔族觊觎无双镜，我已经向帝尊请示，将其销毁，所以日后再无其他人打开结界。昭圣帝君的神器李晨，有了它，便能扫清一切迷障了。
魔族细作就是从这里进来的。暂时不能封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也对，如此缜密的布防内，魔族细作仍能行动自如。看来这平日里行事定是十分小心。哎，你可有找出其余魔族细作的方法？只需破译传递情报的方式，就能让他们主动上门。这第一案已经有了结果，这第二案，你怎么不猜了？你藏不住话，不需要问。哼，你还真是了解我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，派人暗中细细调查过了。贝琴细作伪装成弥罗宫的仙士，当值期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接触，也没有去过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他们随身之物也都搜查过了，并没有可传递消息的法器。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们自然很慎重。情报的传递，一定是在他们每日必经之地，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。必经之地，无非就是这条天街。这条天街所有的宫灯、砖瓦，一处都没落下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不如我们打个赌，若是我能提前找到这关窍，你就把珍藏多年的那本棋谱送给我，如何？婉清，宫墙上的装饰是否都是武半枚？武半枚，应该是吧？这我还真没留意过。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赌还是不赌啊？为了你好，不赌。怎么会有6瓣梅花？上仙陶子气与仙魔两界来往，精通魔族秘药，此物交给他更合适。好。银蛋，汤包好了，快尝尝吧。银蛋，怎么看起棋谱来了？哎，仇人，还不是那个应援小人，天天逼我下棋。我这点小聪明已经快用完了，再不练习练习，恐怕是应付不过来。银蛋，如果你输了，不是就不用干这差事了？你以为我不要面子的？我绝对不能让那小人看扁。于墨，那日你被魔族所伤，我思来想去吧，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做仙士的，可是还是要有些仙法傍身比较好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些低阶仙法的招式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银蛋，我就不用了，别麻烦你了啊，不用教了。你刚刚翻什么白眼啊你？你这嫌弃的眼神，我就感觉很眼熟，很像那个悬心崖的那条小黑鱼。这可不行啊！于墨啊，我要教你的第一堂课，就是作为神仙，我们要谦虚。起来，让我们练习起来。我们的真身呢，是动植物，所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要分5行。我属木，你属水，这个你懂吧？我知道，水润则生木嘛。我忘你。闭嘴！我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。你问我啊，好了，总之呢，万物都有它的灵性，可我们呢，要控制我们体内的灵性。看好了，像我这样啊，顺其而动。哼，刚刚我呢，只是小试牛刀了一把，厉害吧？你的功法真是高超啊！一般一般吧，你也别闲着，赶紧试一试。
按照我刚才教你的，第一次蜡烛不灭也不怕丢人，来吧。哦。哼，嘿，挺厉害嘛。啊，还是你教的好。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出去能被撞上，傻呀！躲起来。汤还是热的，他们肯定是躲起来了。给我搜。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。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结界自然会撤。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严丹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掩血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游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。好好藏着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，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哎，若不是今日撞破严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6戒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。实在是失职，是这。哎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紫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如此之人。我严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啊，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紫怀仙君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，走啊，仙君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紫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大诳语，魑魅心识。既然如此，那掩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
在衍虚天工作室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君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？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他还能帮我一起指证番规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。等着看。哼。严丹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龟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。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。没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次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规君好过。翻了！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应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哼。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机，
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紫薇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说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！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
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